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冰岛系列的最后一集。这期我想跟大家介绍10个点，你可能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就不会想再去冰岛了。其中有一些点的话，还是有关于大家生命安全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看完。因为每一年呢，在冰岛都会发生很多意外，就是因为游客太兴奋，然后不去听导游的劝告，可能你来了冰岛就回不去了。第一点呢，其实就是这边的物价，大家都会抱怨这个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冰岛的物价在欧洲来说，应该是跟瑞士是同一个档次，就在北欧最高的那个阶梯。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住宿，我当时订的是青年旅馆，然后是8个人一间。我当时住满的时候只有4个人，所以我还算比较幸运的。而且我订的那一家都非常干净，而且非常宽敞，然后厨房啊一应俱全，你可以在那边做饭，我都在那边买东西做饭，可以节省一些开支。设施啊都挺好的，然后花费是50欧，所以说是400人民币一个晚上。如果你去订酒店的话，至少是100欧到200欧起跳，所以说至少是在1000人民币左右一个晚上。而且假如说你是夏季去的话，因为夏季是属于旅游高峰期，你可能很难订到，你需要提前好几个月才可以去订到这个住宿，而且会飙到很高的价格。吃的话，如果大家像我一样比较节省的话，不去下馆子，然后去超市，大家就认准那个粉红色的小猪，那个超市叫 Bonus，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超市的大概的价格，我给大家拍了一下。补点吃的。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，像这个橄榄油，我在爱尔兰也是用这个油，所以我比较知道这个价格。在爱尔兰呢是136块，然后在这边是64块，所以有些东西其实还是比爱尔兰要便宜的。但是总体我觉得还是稍微偏贵一点，但是其实贵还是便宜都见仁见智。我觉得在冰岛这个地方，你假如说要省钱的话，去 Bonus 绝对还是会非常划算的。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买了这8样东西，一共花了125块钱。然后接下来呢是我在这个旅行途中有在这个应该叫快餐店吧，点了一份薯条加鸡块，是11欧。晚上呢我出去喝酒，然后喝那个 shot，威士忌是19块1毛2，然后1升的啤酒是10块07。我这边都把价钱给贴出来了。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贵的。我去的那个酒吧我还是挺推荐的，因为基本上每天都会有现场乐队，而且都还不错，叫 Dylan。另外一样呢，就是大家来冰岛一定会买奖回去的，就是冰岛的纪念品。然后我现在进去一家纪念品店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纪念品呢，我觉得有贵有便宜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便宜的有像明信片11块钱，然后这种小娃娃是56块钱，还有这个比较昂贵的，但是摸起来非常舒服。我记得我在芬兰的机场也看到过，也差不多这个价钱，所以说质量都很好，价钱其实算合理的，大概是1449块钱。然后还有这个围巾的摆件是159块。然后我发现，在冰岛，假如说稍微带一点艺术气息的，稍微有跟其他的那种车厂批量生产的这种小物件，就要卖到很贵。你像这个是483块，就一点点大。一般的毛衣呢，这个像1019块钱。磁铁呢是42块钱。然后这种很好的羊毛的，你一看就非常好的质量的
你像这个是1341块。第二点，大家知道冰岛的其实地热资源非常丰富，因为它有很多活火山，然后它地质下面的一些运动都非常的剧烈，非常的活跃，所以呢，它这边很多像什么暖气啊、什么水啊，都是用这些地热资源去加热的。所以大家来这边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，就是说这边的水，如果你开热水的话，会是有一股硫磺的味道。就算你洗澡的话，也是会有一股硫磺的味道。第三点，我想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冰岛呢，基本上我去过的所有景点都是不能飞无人机的。然后大家有看到这些是我在冰川那边拍的，是我自己拍的，但是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我飞机飞上去了以后的话，我才就拿着那个遥控器一直往前走，然后后面才看到一个牌子说不能飞飞机，但是我已经飞了。所以第四点，这边很多东西都是要提前预定的。大家想到冰岛有一个景观，大家一定知道，就是那个蓝色的泉，就很多人在那边泡温泉啊，然后非常漂亮。那个地方呢，基本上全年你都是要预定的，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提前1个月、2个月预定，你不是直接去你就可以直接进去的。还有像夏天的时候，很多住宿都是爆满的，如果你不提前预定的话，你是连住宿都住不到的。你不能说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行的。说到这个泡温泉，其实我听那个当地人说，其实泡温泉是当地人一个社交的方式，你不一定要去那些非常有名的蓝泉，因为那都是游客去的地方。当地人都会讲，你就去Google 搜寻一下你附近的一些泡温泉的地方，那些地方其实都差不多，你都可以去非常近距离的感受一些当地的文化。还有就是除了那个蓝泉以外，其实在大自然，冰岛的大自然有很多很小众的、很少人去的，也是天然的温泉，大家可以自行搜索，其实有很多不错的选择。第五点就是我开头讲的有关于你生命安全的这一点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其实冰岛呢，我觉得户外活动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。如果大家去冰岛，可能都会去到一些海滩，然后在海滩上呢，导游都会跟你讲，不要靠近海浪，因为当地有一个说法是叫 sneaky waves， 就是非常狡猾的浪。我其实当时听导游跟我讲，我觉得这个还好，不就是浪吗？等到我看到自己搜的这个视频的话，我觉得哇塞，这真的是，如果你稍不注意的话，就算你会游泳，被卷进去了以后，你根本就是死路一条。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你在海滩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个标示说不要再往前走了，而且那个标示有的时候会放在离海滩很远很远。你当时处在那个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么远要什么景？其实非常的危险。大家看那个标志，不要往前走就不要往前走，不要为了拍照，真的自己的性命会堪忧。然后另外一个是，大家看到我有去那个有水晶的那个沙滩，那个也是一个游客经常发生意外的地方。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有些人站在上面，他因为很滑嘛，你一摔倒，然后如果有尖刺的话，就真的就可能就刺穿你的什么肉啊。你不要站在冰上。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冰会随着那个海，假如说它一个浪冲下来，那个冰就把你带到海里面去了。我当时听也觉得不太可能，但是等我搜到这个视频的话，你会觉得真的还是姜还是老的辣，还是要听导游的。还有因为冰岛经常下雨啊、刮风啊，其实你在很多景点都是非常湿、非常滑的，像什么瀑布旁边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冰岛有一些景点真的是有可能会使你丧命。还有像现在由于全球变暖，然后很多冰川融化，所以说它那个
那个冰川的表面那个融冰都是现在非常不稳定，因为气温很高，所以说你在有的时候会有那个冰川的健行，走在冰川上的那种行动，所以那个有的时候也是会很危险的。